感机器人让男人脱掉上衣，然后躺在手术台上，并用激光去除他的所有指纹，又将自己的手指化作角膜机，给他的牙齿仔细抛光，以便消除男人的个人身份特征。可而做完这一切却根本不够，还需要利用融化好的黄金液体，在男人的胸口上烫出一个甜甜圈，只有这样才算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组织成员。然而作为组织内的核心人物，就必须使用钛合金打造的麒麟臂去猎杀那些破坏面粉生意的敌人，而他们最主要猎杀目标竟是自诩纯粹正义的王牌特工。可刚晋升王牌特工的我们，已然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猎杀目标。随后我们通过绅士眼睛扫描，发现眼前的男人竟是曾经的老熟人。此时的我们不能惊慌，而是用手伸进车门把手扫描，在打开车门的瞬间将其拽进车内，并让司机赶紧开车离开，利用狭小的空间进行制服。此时对方拿枪想直取我们的性命，但被我们直接卸掉子弹，并顺势打开一旁的车门，将他推了出去。不曾想对方竟用麒麟臂稳住身形。然而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只好掏出隐藏好的手枪，可还是被他全部挡下，甚至还抓住我们的枪口，强行扭转了起来。同时他还把我们也压到车外，想就此让我们屈服。可我们的意志力也不是盖的，趁机给了他下面2大拳，然后爬进车内才发现他的同伙开车撞了过来，将我们甩出了车外。还不等我们喘气，男人又把我们抓回了车里，然后连人带门踹了出去。还好老天有眼，让我们抓住了汽车尾巴。可不等我们感谢，他的同伙再一次加速向前撞来。关键时刻我们躲进后备箱，并将后座彻底划出一道口子。等我们再次回到车内，想用剧毒邪道解决战斗，结果直接被对方硬生生折断。很快神经毒素蔓延，让司机当场就饮恨了西北。眼看前方即将撞上10吨，我们赶紧躲了下来。而男人就没那么幸运，不仅麒麟臂被撕扯了下来，人也被惯性甩出车外。本以为战斗可以就此结束，结果3辆汽车将我们彻底堵死。为了逃命，我们按下特工独有的特殊按钮，车辆瞬间转换赛车模式，在我们高超的驾驶水平下，将车屏移出包围圈，然后顺势逃离。可敌人依旧穷追不舍，甚至架起火神加特林机枪，对着我们疯狂扫射，完全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。于是我们赶紧呼叫助手梅林。果然纵观全局的梅林非同一般，他帮我们一路开绿灯，直接将敌人引到无人的公园里，然后在梅林的授权下，毫不犹豫地按下导弹按钮。心满意足的我们将车驶离现场，并回到了我们的水下基地。可这里却没有逃生路口，于是赶忙询问梅林情况。然而他却告诉我们，前方下水道有个逃生出口。当我们打开井盖，一股难闻的恶臭扑面而来。最终我们还是忍着恶臭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，那个被我们遗留下来的机械臂，竟成了摧毁我们组织的罪魁祸首。此时的我们来到女友家做客，没曾想老丈人竟开始百般刁难，但还好有特工好友罗西的协助，利用远程眼镜帮忙排忧解难。而在家中帮忙照顾狗子的兄弟，竟意外发现了满墙的黑科技，他拿起一副眼镜开始玩耍起来。不料与吃饭的我们连线成功。当看到兄弟拿起桌上的打火机时，我们立马警告他赶紧放下。Put it down now. What's wrong with it? Shut it! Fucking shut it! Eggs. All right, mate, show me your boots. 瞬间导致桌上的气氛十分尴尬。很快我们又看到惊恐的一幕，陪伴自己多年的狗子和兄弟当场丧命。同时总部的罗西也遭遇不测，一颗巡航导弹炸毁了全部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王牌特工英国分部会议室内也收到了导弹袭击预警。Oh, fuck. 当我们赶到分部现场时，这里俨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。还不等我们过多思考，突然一个人从废墟里走出，我们赶紧拔枪以备不时之需。怎料走出来的正是梅林，因为如今组织内仅剩我们和他，或许他就是那个残忍的幕后黑手。可梅林却提起手中的包，并拿出了那个遗留下来的麒麟臂，是他远程侵入了组织数据库，盗取了王牌特工的所有信息。而梅林之所以能活下来，也是因为他作为组织的最后保险，一切信息都不存在于总部的数据库。如今整个组织仅剩我们和他，于是决定启动最后的末日预案。当梅林打开末日保险柜，并小心翼翼取出组织遗留下的底牌时，我们当场看傻了眼。这是不是前辈喝醉剩下的酒？就连多年工作的梅林也不敢相信。但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，我们和他一同干杯了起来。可很快梅林酒量有限，竟想起了太多的往事。当他还想喝一杯的时候，我们赶忙劝住了他。然而就是这个举动被我们看到了屏里面的英文字母，于是给一旁的梅林看了一下，竟然是总部真正的底牌。随后他带我们来到了指定坐标，在这毫不起眼的酒窖里，检测仪却发现了大型建筑群。于是他拿来一把大斧头，对着木头箱子就开干。这操作把我们给吓坏了。突然身后走来了一个牛仔，看着行头还是别有一番风味，但还没跟他聊上几句，对方就对着我们开始大打出手。很快梅林就被他直接干晕。我们刚想出手制止，结果还被这个牛仔抢先一步。随后梅林和我们被绑了起来，不管我们怎么解释，他都不信有关王牌特工末日预案的事实。但为了检验我们的身份，将身后的双面镜打开，此时我们的恩师哈利就在里面。当年被老黑一枪爆头，并且红极一时的王牌特工，如今却活得悠闲自在。牛仔举枪想要解决眼前的恩师，却被一个拿黑伞的女人制止。原来他也去他们的末日保险柜看过，里面存放着一把王牌特工的黑伞，最终确认了我们的身份。随后牛仔表示，他们的创始人也是从英国来的，到了这里便创立了联邦特工，
显然我们和他们同根同源，而两个组织相互帮助才是最后的底牌。女人代号老九，而牛仔代号却是龙舌兰。最后牛仔为我们松绑并道歉，紧接着我们和梅林进了恩师的房间，可恩师却表现得很陌生，甚至完全不认识我们。经过梅林的测试后发现，恩师竟然已经失忆，并且记忆停留在了加入王牌特工之前。通过老九的述说得知，他们当时在教堂执行任务时发现恩师，并通过他的眼睛探查到特工身份，于是利用特殊绷带稳固了大脑伤势，同时利用纳米技术修复了整个脑组织。唯独后遗症就是让记忆衰退，为此梅林决定留下来，唤醒恩师的特工全部记忆。而我们跟随龙蓝蛇一起前往总部找到代号香槟的老头，希望他能动用联邦特工的资源，帮助我们为王牌特工组织报仇雪恨。由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麒麟臂是叛徒查理，所以必须从这条线开始。于是我们拿出查理的女友照片，通过他在社交平台上的留言地址，就可以成功找到他本人，并在他的身体内植入追踪器。为此，香槟派出代号威士忌的顶级特工来协助我们一同执行任务。很快，我们和他来到一处音乐节场地，他套出一盒小雨伞，表示这顶端藏有顶尖的追踪器，但需要进入到特殊的粘液中，才能通过人体血液来增强信号。It's not just inside the nose, is it? No, it ain't. Fuck. Alright, I'll take first crack. Watch and learn, buddy. 起初威士忌自信的前往，怎料他不是查理女友的菜，反而是一副鲜肉长相的我们，正好对上了他的口味。于是我们找机会将追踪器放了进去。另一边的梅林为了唤醒恩师记忆，他重现王牌特工的基本考核，把整个房间全部灌满水，等待恩师能从自救中找回自我。然而恩师不仅没有任何反应，还在水中痛苦的挣扎。眼看事情变得越发的紧急，梅林赶忙停止了这种极限测试，而侥幸活下来的恩师却坚定自己就是一名昆虫学家，甚至为了不遭受折磨，准备收拾好行囊离开这里。回到基地的我们刚好看到这一幕，想用另外一种更刺激的方法将这位最优雅的特工彻底激活。于是我们带来了送别的礼物，一只长相十分可爱的苏格兰梗优犬。这瞬间让恩师满心欢喜。我们随后举起手枪，准备一枪解决他手中的狗子，这让恩师迅速抱着狗子惊慌起来。于是我们步步紧逼，并给了他一个生死选择，要么狗死，要么人死。而面对一脸无辜的狗子，恩师却根本无法做出抉择。在这如此巨大的压力下，他的面前忽然变换出大量的蝴蝶，一段段记忆开始不断复苏。不仅看到自己西装笔挺的优雅从容，还看到了曾经面对混混的身手不凡。可印象最深刻的记忆，竟是年少时参加的最后一关考核。在这一次考核中，他必须枪杀陪伴多年的爱狗，而这一幕却与现在的抉择极其相像。他果断说出枪里没有子弹，同时我们也预感到他的记忆恢复。显然最强王牌特工哈利回归。 Hello, Harry. 此时赶来的梅林很是欣慰。随着组织的覆灭，我们已然成为最后的3位王牌特工。随后我们几人来到酒吧庆祝，不料被旁边的骑士听出外地口音。Why don't you get out of our bar? Suck my southern dick. 怎料恩师突然起身，然后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，并以常规模式关上所有出口。如此挑衅的一幕，自然也引发了所有混混的仇恨。Let me teach you a lesson. 话音刚落，桌上的酒杯瞬间如出膛的子弹，竟飞向了威士忌的手中，这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懵逼。此时他的眼前再次出现蝴蝶幻觉，突然一个混混偷袭成功，紧接着所有混混一拥而上。尽管恩师的特工身手还在，但尸体的技能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很快就陷入了挨揍的局面。突然一个套绳将他拉走，原来是东道主威士忌看不下去，准备帮忙教训一下混混。这边刚教训完所有混混，各国的电视节目突然被转换，原来是大毒枭红姐黑入所有电视信号。她正宣布一个丧心病狂的事实，就是她在所有面粉里投放了特制病毒，使用者初期皮肤会出现蓝疹，中期的会丧失心智，晚期的则会全身麻痹，直到气孔流血而亡。为此，她威胁现任总统先生必须将他的面粉像其他商品一样，在市场上畅通无阻，同时还要给予他和同僚完全豁免权。然而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，总统竟然直接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，目的想先稳住红姐集团，然后对其发起最终的全面围剿。同时他还表示，没有吸毒就没有人去贩毒，对自己还是一件丰功伟业的事情。殊不知他的这一决定被联邦特工放置的窃听器收取。面对如此荒唐的决定，话事人香槟无法理解总统的抉择。为了拯救这些本该死去的人，他们还是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，提前拿到病毒的解药。突然梅林和老九发来信息，表示他们在查理女友的通话中监听到了解药的具体地址。于是香槟派我们和恩师一同协助威士忌前往夺取解药成分。首先由我们和威士忌前往雪山基地，而恩师则负责拿下缆车控制室，帮我们做好撤退的路线。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他们的基地，由我们假装总部安排的虚假身份来蒙混拿走药剂。不料被远处的查理发现我们，情急之下我们只好随便盗走其中一瓶，迅速离开他们的基地。可就在我们和威士忌进入缆车时，恩师脑袋再次出现蝴蝶幻觉，神志不清的他掐动按钮，导致整个缆车陷入失控状态，缆车箱体开始疯狂旋转，直至我们的大脑快速充血，几乎陷入昏迷状态时，一旁的威士忌赶忙掏出5连鞭，成功断开缆车与控制室的连接。此时缆车开始自由落体，刚好滑向了对面的山崖上，但还是撞上了铁塔。
眼看即将撞上山下的度假旅馆，我们对着缺口处摁下戒指，一道美丽国的降落伞瞬间撑开，直到2个老头的面前才肯停下。Decent shit I've had in 3 weeks. 随后我们刚与恩师会合，就发现他身后紧随其后的士兵。此时威士忌犹如惊弓之鸟扑向我们，还把我们手里的解药打飞。屋外的追兵果断发起火力输出，我们几人则躲在墙后，直到追兵打光所有子弹后，威士忌赶忙跑了出去，与所有追兵开始了近身肉搏。作为联邦特工组织的顶尖特工，身手自然也是拔尖的存在，双枪更是被他玩得出神入化。在他收起手枪的同时，顺便掏出了5连鞭。追兵还以为他想耍帅，结果刚出手就被威士忌分成2段。很快，下一批追兵赶来，甚至还运来了火神加特林，准备要对木屋来一次完美剃头。惊慌的威士忌赶忙跑回木屋，在包里寻找远程武器。一旁的恩师竟然傻傻的站着不动，原来他又一次出现幻觉，然后对着威士忌直接开枪。还不等我们多想，外面的追兵开始了屠杀模式。我们本想询问恩师为什么，他却淡定地从包里掏出1瓶香水，然后摁下上面的开关，直接朝着外面的追兵丢去。随着一声大象嘶吼般的爆炸后，外面竟然一片安静。我们起身查看，原来追兵都成了一道道冰雕。为了先救威士忌，我们拿出了特殊绷带绑好，然后掏出药剂帮威士忌稳固伤势。随后我们联系到远程的梅林和老九，在询问任务进度时，我们还是谎称了威士忌被追兵打伤，并且解药也被摧毁，需要再次返回山顶拿过1瓶。怎料直升机上的查理不顾女友生死，直接引爆了山顶上的解药基地，我们也只能看着任务以失败告终。但很快梅林搜集情报时，发现了红姐黄金圈的老巢所在地。此时政府将所有感染者集中，让他们在就此自生自灭。但我们特工组织并没有放弃所有人，立刻乘坐专机前往目的地。很快便来到了一片原始森林中，为了防止踩到地雷，我们掏出扫雷探测器进行侦查，结果中标的还是我们。一旁的梅林赶忙让我们别动，然后从箱子里掏出冰冻喷雾，为我们争取几秒钟的逃生机会。可就在他喷完的一刹那，竟推开我们自己踩了上去。原来此款喷雾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几秒钟就会消失殆尽。他为了让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，决定牺牲自己。这时的我们肯定无法接受，但梅林却心意已决。等我们和恩师都离开后，他便高声唱起了战歌，吸引门口的守卫。随着守卫越来越近，他直接松开了脚下的地雷。看着梅林这种牺牲自己的精神，我们就更加的坚信能够屠灭黄金圈的决心。随后，我们带着恩师前往红姐基地，丢出一颗含 C4炸弹的棒球，让恩师打进甜甜圈下面，然后撑开黑伞进入防御模式，直到炸弹爆炸后，再借助甜甜圈的完美掩护，掏出我们手中的大箱子进行射击。此时，一人拿来 RPG 准备，我们就提前发射1枚过去。趁着所有人还没反应，我们就带着武器直接闯入，然后展开箱子进行防御。此时我们师徒2人手持黑科技，有种神挡杀神、佛挡杀佛的超级状态。突然远处杀出一个美女机器人，并向我们打出几枚榴弹炮，而一旁的恩师立即射出电击圈还击。不到片刻间，整个基地的反噬力被我们解决。随后我们走进红姐的餐厅，此时红姐赶忙把控制箱交给查理，让他带着箱子离开。怎料我们跟了上去，而恩师却要面对红姐的机械狗。面对毫无血性的机械狗，黑伞也无法阻挡他的猛烈进攻。情急之下，恩师跑进了对面的美容店，趁着机械狗发动攻击时，将一旁的黄金溶液倒了上去。而我们刚追到查理，却完全招架不住他的麒麟臂，很快我们就处于下风。直到他捡起一颗保龄球时，我们的手表发出了入侵手臂信号。这下我们有办法治他了，手臂被我们操控的不停摆弄。我们将他的麒麟臂挂上树梢，无奈的查理只好脱下麒麟臂。我们作为顶级特工，肯定也不会欺负他这个老实人，于是收起一只手臂，和他展开公平不能再公平的决斗。最终他不敌我们，还是被我们直接抹了脖子。紧接着我们拿上武器，提着控制箱找到孤身一人的红姐，没成想她还是很嚣张，以为我们不会对她一个女人下手，结果我们却给她送上1支双倍药剂。怎料他身体比较差，无法承受住这种的剂量，在最后说出控制箱的秘密后，便一头栽倒在地上。然而就在恩师准备打开密码时，一条绳索突然套住他的脖子，原来是刚恢复的威士忌。本以为他是来报恩师的一墙之仇，可结果却是要毁掉控制箱。当时他是故意打碎解药瓶，就是为了给怀孕的妻子报仇，而妻子则是被吸食面粉的瘾君子所害。为此他很赞同总统的做法，让那些瘾君子全部灭亡。话都说到了这，我们肯定不会让他为所欲为。于是趁着恩师丢出控制箱的瞬间，我们打开手表闪光灯功能，干扰威士忌的注意力，然后在他发出5连鞭的瞬间，恩师成功解除套索。在他向我们发动攻击时，我们巧妙地运用身形躲避。虽然他的5连鞭属实帅的一批，但在我们师徒的完美配合下，成功将他送进红姐的大型绞肉机。最后，我们把解药投放到了全国各地，数百万人获得了救助，同时总统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